一网打尽。神血！师兄！阿英，公子。阿英。
哎呀！军来了，是李逆，李逆来救人了。什么？就是李逆！公子，走。眼睁睁地看着崔林和何氏逃掉，镇西军可不是好招惹的。李逆所遣又都是精兵强将，咱们虽然借了些兵马，但折损过多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呀。三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那个山谷地势险要，你知道对方藏了多少兵马？再说了，对方还带着重弩，你能全身而退，已经是上天对你最大的眷顾了。石七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说你好好一个武将，怎么偏偏要学你大伯那样，引经据典，整天长篇大论的？我们刚刚攻下潼关，正是谋划收复京都的重要时刻。你要是出了一点点差池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那个何氏他是崔家军中的人，你为了救他这么拼命干嘛呀？
谁说我是为了何事才去救人？你不是为……我是为了救崔公子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我觉得你信。行，你说什么都对。你干嘛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亲我？你有什么值得我偷亲的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是我救了你的命哎！你想想，我都救了你多少次了？你对救命恩人这么不客气的吗？皇孙放心，他日如果你有性命之忧，我一定是排除万难，披荆斩棘去救你。得君一诺，敏感五内。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伏击我们的？我得知洛阳派出了一队轻骑兵，这队轻骑手持重弩，明显是要伏击截杀。我思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你们崔家军那个崔离，他曾经找裴元商量过，要伏击崔公子。我想那个崔离未必不会跟其他人联手，对崔公子下手。对，崔离，肯定是他。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能让洛阳的人借兵给他。崔离既然要杀崔公子，那必然得找一个人栽赃陷害，只为凶手。我近在潼关，又是镇西军主帅，不就是最好的人选？想必他也是用了这个法子，去说服我的兄长们借兵。你的兄长，他们竟会如此行事？他们糊涂愚蠢，自然容易被人利用。这世间事不外如是。崔离不也就是你们家公子的堂兄吗？不也一样兄弟戏强？不好，瀛州之事肯定更为蹊跷。公子呢？桃子呢？他们都受伤了吗？还有我的马在哪儿？你不会现在要赶回瀛州吧？我是担心，瀛州乃是我们崔家军的根本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赶紧回去。阿英，你的伤不致命，但你们家公子可能要好好静养一些时日了。你如果执意要赶回去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你能不能撑到跟大军会合，还有没有余力去解救瀛州之事。别着急，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想想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公子，公子，你想了？阿莹呢？公子放心，小婉没事，只是受了些轻伤，不碍事的。那就好。
阿醒呢？阿醒呢？公子，阿醒去了。公子，你别难过，护卫公子是我们的职责。但是现在，阿醒不在了，阿醒真的不在了。公子，阿醒也不像你这么难过。我与阿醒都是没人要的孤儿。若不是公子和校尉收留我们，让我们留在崔家军，哪有我们的容身之处啊？能为公子而死，阿醒不会后悔的，我也不会后悔的。我不许你说这些话。这是在什么地方？潼关，镇西军的军营，是李皇所。是他带我们回来的。李逆，公子，你先好好休养吧。刚才桃子给公子号过脉，镇西军里的医士也给公子看过了，都说公子伤势不轻，得好好静养。我不能待在这里。公子，事急从权，咱们得先养好了身体再做计较。此去瀛州还有千里之遥，若是公子不保重，那才是伤了根本，全盘皆失。还有一事，陈醒，还有那些战死的崔家军将士们，劳烦皇孙派人助我为他们收敛安葬。你放心吧，在你昏迷的时候，我已经派人收敛了战死的崔家军将士。我知道陈醒是你们公子的贴身亲卫，我命人给他立了碑。等你们崔公子康复了，再亲自去祭奠。阿英，节哀顺变。谢谢。好了，既然醒了，就该吃药了。桃子千叮万嘱，让我千万盯着你吃药，免得伤口化脓。好苦啊！哎，桃子姑娘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这么巧，我也正想去找你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这个是我给你找的上好止疼药，你把它涂在伤口上，这样你伤口就不会疼了。傻子，你忘了我自己就会配药啊？我当然没忘，只是我怕你如果万一没有呢？你上次不是说你伤口还要疼好几天吗？好，那我收下了，谢谢你啊。哦，你找我做什么？哦，我找你啊，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要我帮你什么忙？你尽管说，我一定帮。你们那儿有没有糖霜啊？若是有蜜糖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糖霜啊？我们这行军打仗的，厨房里怎么可能会有糖霜呢？蜜糖就更别说了。哎，你要糖霜做什么？我们家校尉从小吃了药以后啊，就不肯吃饭。这时候如果有糖霜的话，吃完药以后给他一盏糖水，他才能吃得下饭去。可是这附近也没有集市，无处去买啊。梁王已经平安到潼关了，指望太孙也能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娘娘放心，太孙定能安然无恙。李逆已经自取潼关，想必孙敬已经心中自乱了。你看，他今日已经下令征粮，让城中的百姓每家都囤足够3月所食的粮食。看来孙敬已经做好了被围城的准备了。那17皇孙会率军围城吗？
西长京城池坚固，守易攻难，李逆八成不会强攻。真希望。在孙敬召回征百越大军之前，李逆就能光复西长京。哎，你做什么去了？连午饭都没用。我刚去山上转了转。石七郎，你现在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再任意妄为了。就像这次，你不顾危险去救那个何氏，何氏狡诈多智，对崔林又是忠心耿耿，这种人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的。我倒觉得，他对崔乙更为忠诚。你有没有觉得他跟崔公子之间十分古怪？有什么古怪的？那个何氏效忠崔林，还是效忠崔乙，都是一样的，父子本来就是一体嘛。有些话我是不当讲的，但是如果我都不和你说的话，就没人和你说了。色令之婚，非君子所为。你误会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石七郎，你看我都准备好了。回头跟你说。啊？你们去哪儿啊？不告诉你。啊！公子，哎呀，慢点。哎呀，你的伤势如何了？公子放心，我没事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倒是你，伤势颇重。来，先把药喝了，快喝。哎呀，我的伤没关系，我们速速会合大军，回到瀛州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公子的伤势我已经问过桃子，还有那些医士了，他们都说务必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哎呀，便是养伤，也不能在此处养伤啊。你看，这是镇西军所在，李逆又扣留了你我怕他早有谋算。现在瀛州的情况十分危急，你知道的，镇西军自取洛阳，便已手握大半山河。他又对我们崔家军有隙，我怕他。镇西军不会如此行事的。你是觉得镇西军不会如此，还是觉得李逆不会如此？孙敬未除，镇西军又是秦王之师，无论如何，镇西军也不会对我们崔家军如此行事啊。孙敬已危如累卵了，东都已失，潼关已破，他的10万大军又在南征百越。李逆若剑指西长京，孙敬他除了固守别无他法，他现在唯有进军而已。李逆若攻下西长京，到那时候，便是要取你我之首级，去胁迫父亲，胁迫崔家军。公子多虑了。莫说西长京现在是固若金汤，即便是有一天李逆攻下了西长京，他也不会对我们崔家军如何的。你这是被李逆下了迷魂汤！你难道要是崔家军的安危、父亲的安危不顾，如此一意孤行，要去轻信一个口齿轻薄的小人吗？公子，我是就事论事。公子伤势未愈，还是静心休养为上。哎呀，哎呀，公子，公子。小伟，虽然这秘制的伤药极佳，但你这伤口还是得留意，千万要忌口，不然你会留疤的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翻窗户进来啊？刚刚进来的时候撞见了桃子，她又不让我带外事。
于是我只能翻窗了。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堂堂皇孙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呢，就是几张烙饼啊。其实呢，还有一碗肉想让你卷饼吃。不过我刚才在窗外听见桃子说你要忌口，不能吃荤腥，于是我就把肉吃了。你呢，就凑合凑合吃个饼吧。这饼有什么稀奇的，还值得皇孙巴巴拿来？稀奇嘛，倒也没有，只不过知道你食欲不佳，特地为你烙的。既然吃不了肉，那就蘸点蜂蜜吃吧。这可难得了，这是哪来的蜂蜜啊？下午啊，我在山边岩石下发现了一个蜂巢，于是我就跟老鲍去把它给摘了。这碗蜂蜜啊，够你吃好些天了。你养伤要吃药，吃药苦的话，你就就着蜂蜜一起喝吧。嗯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皇孙打算如何收复西长京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一筹莫展，你信不信啊？我信啊，换作是我也会一筹莫展。西长京乃国朝京都，太祖征10万民夫，修筑16年，固若金汤。孙敬，当世名将，曾经3征高济，他守城的本事，可比咱们攻城厉害多了。何况攻城本来就比守城要难得多。而且，孙敬这个人冷酷凶残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你说，我能不一筹莫展吗？现下他派大军征战百越，又派大队人马北上瀛州，其实他可用之兵并不多。那也有10万禁军，留着守城之用啊。禁军原本是天子亲将之师，可以动摇吗？当初就是禁军反了，要不然孙敬能凭一己之力颠覆朝纲，弑杀先帝，杀诸王吗？困而为之呢？困而为之，困而为之，此乃下下之计。眼下孙敬又在屯粮，以作围城之备。西长京这种城池，哪怕围上个1年半载，也不见得一定能够破城。彼时孙敬肯定已经召回征百越的大军，来个前后夹击。到时候就算我们联手，也未必能胜此一举。如果我有一个计策可以破城，那皇孙愿不愿意答应我一件事呢？你愿意留下与我共破西长京？哼，你是想围魏救赵，以解瀛州之困是吧？如果能破西长京，或是逼得孙敬把围困在瀛州的兵马调回，那瀛州之围自解。我答应你，就算你对我提1万件事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皇孙还真是唯见眼前之列。要是我不能破城，那你就什么都不能答应我了？那倒也不是，你若不能破城，我可以答应你9999件事，但你却要答应我1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现在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，你再答应我也不迟。怎么这么古怪的说法？我总觉得你在谋算些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何萧为你为难的。那我这件事也不会让你为难。三郎，事后探到了，崔林与何氏被李逆所救之后，正在潼关休养。好不容易伪造了伯父病倒的密函，还将崔林、何氏2人骗出中军，想一举击杀。谁知道冒出来个李逆，现在2人归宿于潼关，我们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好你个李逆，就管好事！
三郎别急，崔林与何氏的兵马所剩无几，崔家大军也被阻在途中，他们必不可能一直留在潼关。只要我们耐心等待，总能寻得机会再下手。传我命令，就在潼关附近扎营。还有，让斥候严密地探查崔林还有何氏的下落。一旦二人离开潼关，便是他们的殒命之时。是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倒不如哪怕他把我杀了。你听我说，如果能和镇西军一起携手破城，那瀛州之围立时便解啊！镇西军不可轻信，况且西长京，一旦有人知晓你的身份，那是何等凶险的事！公子，孙敬他素为当世奸雄，但他孤傲自大，他绝想不到我和李逆敢独自潜入西长京的。他也不可，万一……如果西长京事起，那瀛州之围必解；如果这是一局真龙，那这一步棋才是棋眼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不会让你去的。公子心系瀛州，但又担忧我的安危。可我居意已决。公子你放心，就算誓不协议，我也定能安然而返。阿英，我出言恳求，你能不能不要走？公子，阿英，我实在是担忧你。你若是失陷在西长京，你要我怎么进富帅？你若是真的失陷在西长京，我万死莫赎。公子，我意已决。阿寿，照顾好公子。阿英，公子，你不如拿把刀，现在就把我给杀了，让我眼不见为净。倒也不至于。好好好，你刚才是告诉我，你打算和何氏一起乔装打扮，潜入西长京，谋取夺城之事。对啊，对呀，你还和我对呀？行，我现在就去找绳子，把我自己给绑了。我也不用父亲来问我，我自己向那老人家负荆请罪去。我现在就去。不对，我应该把你给绑起来，接送回镇西军的后营去。到了父亲那里，你就算是要翻天，也不关我的事了。裴大将军的后营距此千里之遥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就不会知道。着什么急啊？石七郎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现在是镇西军的主帅，你和何氏两个人赤手空拳就要去闯西长京，要是被孙敬的人发现了呢，那就是狼入虎口，你有去无回的。谁说只有我跟他两个人？我还打算带上老鲍，还有长耳。谁说我们赤手空拳？我们必然会携带兵刃啊！你别给我讲这些，反正我不准训去。你若不放心，便同我们一起。我更不能去了。对，你不能去。潼关这里需要你守着，你就在这待着，等我好消息。哎，行。潜入西长京之后，你有何谋划，作何打算？没有谋划，见机行事。什么？骗你的！你放心，肯定有谋划。就算出了事，我也会找机会脱身。但是潼关这里需要你，在这儿守着，其他你放心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失陷在西长京的话，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救你的。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拿你威胁整个镇西军的。那是自然。你放心，万一我真的被孙敬抓到了，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就说你早有不臣之心，若是杀了我，你裴某必称帝以谢之。我保证，孙敬一定会气死。
孙静没被你气死，我已经被你气死了。小姐，皇孙殿下来了。见过皇孙。顾小姐客气了。秋翠，快倒茶。顾小姐，此番前来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顾小姐。皇孙客气了，如有所命，无所不从。顾相身在京中，我想请顾小姐赐我一信物，我想遣人入京，与顾相商谈收复西长京里应外合之事。若无信物，恐怕难以取信顾相。皇孙既要遣人入京，想必是心腹之人。既然如此，也不需什么信物了。婉娘愿亲身前往。不可，去见顾相已是无奈之举，不能再让顾小姐涉险。皇孙匡扶天下，如今收复西长京，匹夫有责。婉娘虽为一介女流，也愿为天下大业略尽绵薄之力。家父忠于国朝，苦孙贼久矣。不论皇孙有何谋划，家父定会倾力相助。潜入西长京，一旦被识破，便会危险重重。皇孙想必会让谢大哥、鲍大哥诸人入京，他们都是久经沙场、机智勇猛之人。婉娘扮作家眷，料来无妨。便是万一出了纰漏，婉娘定会自裁，绝不连累众人。这酒我尝过，酒香四溢，真不错。这酒是泸州的，为何要千里迢迢运到西长京啊？我家主人在京中有一酒肆，这2年生意不好，主人年纪大了，被命少主人亲自押酒到京中来，顺便往酒肆盘账。我家少夫人梁家园在京中，此番跟着到京中来，回娘家探望长辈。哎，石新郎，这此前计划的好好的，只有何校尉一人扮作女眷，现在突然多了一个顾小姐，那我该怎么说呀？只能说是我妹妹了。那顾小姐要去的事儿，你跟何校尉说了吗？说了。那顾小姐要扮作你妹妹的事儿，你也跟何校尉说了？说了。那何校尉没说点别的？他倒是说扮作他妹妹也可以，只不过我觉得扮成谁的妹妹不都一样吗？还真不一样。你呀，赶紧让顾小姐扮作何校尉的妹妹吧。何校尉，你也去？是的，皇孙说顾小姐是主动请缨，令人敬佩啊。这是应为之事，何校尉过誉了。你我扮作姐妹，路上不用多虑，见机行事便可。准备出发了。皇孙也同我们一起坐车吗？不用了，我骑马，劳烦2位坐车了。阿娘，咱们的粮终于够征粮和屯粮了，不然还不知道被军爷怎么为难呢。幸好啊，把你说给了徐家三郎。这城里一下令屯粮啊，徐娘子立刻派人捎信儿过来，说给咱们准备了粮食，还说呀，要不是徐三郎去途州贩布了，怕是要让三郎把粮食给咱们送进城呢。徐娘子啊，对你这么上心，将来定是位疼你的婆母。阿娘。哎呦，七娘，有军士过来了。徐娘子说，孙大都督派的人到处抢粮食，怎么办啊？这怎么征？往哪藏？拿娘的衣服，快！
哥几个，前面有人！顾小姐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袖中剑上淬了毒吗？有毒，但也有解药。婉娘只是好奇，何校尉身为女郎，在军中自然有诸多不便，可是英气勃勃、从容洒脱，是如何做到的？一个人本身是什么样子，遮掩是遮掩不住的。我本来就是这般样子，不加掩饰，自然也就洒脱了。世上诸般有所求，自然也会为之所困。顾小姐是个聪明人，肯定也是明白的。谢何校尉指点。怎么了？前方李雪，有人在喊救命！求求你们了，阿娘，阿娘，你醒一醒，阿娘！臭娘们儿，为了几袋破粮食，你敢咬我？今天不把你剁成几块喂狼，难解我心头之恨！嘿，你爷爷我在这呢！吃爷一掌！原来是孙静的手下，怪不得这么凶残，不是抢劫就是杀人。哼！阿娘，阿娘，你醒醒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醒了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婶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对，是这些义士路过救了我们。多谢各位义士救命之恩。阿婶，不用客气，我们也是路过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那些人也太坏了，不光抢你们东西，还滥杀无辜。那些可都是军士啊，恐怕会有麻烦。各位义士，快快离开，到时候就说是我老夫人发疯，才打伤了军士。阿娘，没事的，那些坏人都死了，义士们把他们都埋了，还在上面铺了草。阿婶，没事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为了救老夫人和小女，打伤了军士，倘若是被外人知晓，可是要被官差抓去凌迟的呀。阿婶，你放心，你不说，我们不说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阿婶，天色已晚，快带小娘子回家吧。啊！几位义士，请收老夫人一半。不用不用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阿婶。几位义士，那车上都是粮食，义士救了我们母女的命，那些粮食就送给你们吧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婶。我们出门都带着干粮，你们赶紧进城去吧，再晚就进不去了。来，阿娘。那就多谢各位义士救命之恩，多谢义士。六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一言难尽，快去通报父亲。六小姐，相爷如今身子不爽，此事不敢惊扰。我有要紧事，若是耽误了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六小姐能有什么要紧事啊？我去并州替父亲祭祖，匆匆赶回来，一定是有要紧之事。
你一个奴仆将我阻在门外不予通报，按照家规敷衍色泽蔑视主人，你该当何罪？这六小姐从前都是个闷瓢葫芦，今天怎么突然厉害起来？哦，六小姐言重了，六小姐快请进，我这就去通传。你是说17皇孙遣了得力之人，希望能见我一面？女儿近日皆在镇西军，亲眼所见，17皇孙为人疏朗大方，能征善战，镇西军上下尽皆钦佩。如今皇孙克下潼关，半壁江山在握，民心所向，西长京也是囊中之物。孙敬虽一时骁勇，也只是坐困愁城而已。婉娘啊，你从前在为父面前，可从未如此这般说话，也从未说过这么多的话呀。从前您是国朝的太平相国，那时做您的女儿，和如今自然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你说说看。做太平相国的女儿，只要遵从父母，孝敬亲长，爱护手足，平时针指、赏花玩月，听取吟诗即可。哦，那如今呢？父亲您为孙敬下在大牢，仍旧不屈，京中士族都以您为典范，连皇孙提起您，也是满满的敬佩之意。这时做您的女儿，要懂得识时局，懂天下大事，为父亲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如果父亲觉得我这一个小女儿还略可堪用，那婉娘便心满意足了。婉娘啊，从前为父倒是看错你了啊！父亲忧于国事，对家事关注甚少，否则以父亲一双慧眼，又怎么谈得上看错呢？那你倒说说看，这17皇孙派人来见我，所谓何事啊？婉娘向父亲赔罪，方才婉娘诓骗了父亲。其实17皇孙不是遣人来了，而是他自己来了，想跟父亲面谈。顾小姐。见过皇孙。顾小姐客气了，约我到此，可是顾相答应相见？是，婉娘回家后向父亲说明了，皇孙已经进城，父亲十分欣喜，只想立刻亲身来见皇孙。可是父亲出狱后，孙敬一直派人严密监视，父亲虽偶能出府，可也时时有眼线跟随，府中更不知道安插有多少眼线。婉娘今日假作出城进香，特意相邀皇孙，还请皇孙想想法子，怎么能让父亲摆脱眼线，与皇孙见上一见。顾小姐请放心，这是自然。我回去好好琢磨一个法子，必然不会令孙敬的眼线起疑。多谢皇孙。顾小姐客气了，应该是我多谢顾小姐。皇孙进城以来，可还安然无虞？我等皆是久经沙场，这京中虽然危机四伏，但不算险恶。那婉娘就放心了。婉娘还有一事相求。请说。婉娘今日是假作来进香的，听说清明观巡树灵验，折一枝回去浸泡沐浴，便可去除百病。若不折一枝回去，只怕府里眼线生疑。可否烦请皇孙陪我去折一枝呢？那是自然。多谢皇孙。都说心诚则灵，折神树树枝之前，一定要虔诚许愿，愿心上所念之人平安健康。
是这只吗？还是旁边那只吧。今日就多谢，真是多谢郎君了。无妨，顾小姐，以后叫我17郎就行。好，17郎。17郎，神树虽灵，但今日折了，今日就要泡水沐浴。你若是想拿回去送给梁王殿下，恐怕有点来不及呢。我想送的人就在这城里。都说这城外青云观的神树很灵，我一看，原来就是平婆树，枝叶确实可以镇痛驱毒。喏，我已经吩咐了店家，给你准备了1大桶热水，待会儿用它浸泡沐浴，对你的剑伤有好处。你去城外了？顾婉娘约我在青云观相见，说顾相现在可以出府，但不能出城，而且府里府外遍布眼线，他现在每出门都会被人尾随，所以我们要相见的话，就一定要想好办法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这么快就有好法子了？那不得很快想出一个法子，好报你这折枝之恩啊！没想到李逆还真的救出了父王。如今呢，他东取东都，拥兵潼关，还直逼西长京，眼看就要立下不世之功啊！眼下虽然我们失了先机，但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扭转劣势。说来听听。大哥，父王作为先帝仅剩的血脉，又是王爵之尊，若是由父王继承大统的话，那是再名正言顺不过了。若是父王在东都登基称帝的话，国朝不是没有先例啊。谁拥立了父王，何时拥立了父王，那可远比什么攻占潼关、收复西长京重要的多呀！这是拥立之功。大哥，你是长子，父王一旦登基的话，你就是1等1的功臣，这东宫之位舍你其谁？再者，李逆手握重兵，屡屡立下了战功，但一旦父王登基了，他这战功就成了朝中大忌。二弟，你一番话，真令我茅塞顿开呀！只不过现在父王身在潼关，那个李逆又满腹诡计。那如果李逆不让父王移驾到洛阳，那又如何是好啊？此事还要劳烦兄长亲自前往潼关迎请父王。父王最是爱重大哥了，大哥若是亲自前去的话，父王定然欣然应允。李逆要是阻拦的话，那他就是不忠不孝。有理啊，此话有理。哼，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会提醒父王，封你为亲王。大哥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迎请父王回来，不日登基。至于分封之事，不急于一时。我知道大哥是好意，只是就怕旁人嫉恨于我，反令大哥为难。还是二弟你懂事啊。见过嫂嫂。夫君、二弟，我命厨房炖了些汤羹，你们忙了一日，多少用一些。谢过嫂嫂，天色已晚，就不打扰哥哥嫂嫂了。用一些吧。今晚二弟和你聊了许久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有什么，你不必多虑了。要是三弟在此处就好了，你们兄弟3人能够彼此扶持，有事啊也可以有商有量的。你这三弟长三弟短的，你把他当亲弟弟，他可未必是这么想的。其实三弟的心里一直很敬重你的，这否则也不可能让出洛阳。他那是心甘情愿让出洛阳吗？他是为了抢潼关攻西长京而已。你看他表面上一副谦恭的样子，实则呢
是在处处抢占战功。你就是刚嫁过来的时候帮衬照顾了他几日而已，千万别受蒙蔽呀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回去吧。石七郎，潼关传信来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林子王他亲自带了车驾，从潼关接走了梁王殿下。小裴将军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派人送了信来。我这位兄长，真是时时刻刻都想要表现出他那份小心。赢了！威猛大将军，哎，林子武说了，这区就是100年一见呐！来，赏你个黄瓜吃！哎呀，哎，你刚才说林子王怎么了？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林子王，跟我说这几日听说您睡得不好，四处求名医呀，还让吴国师天天为您祈福做法。哎呀，俊儿这孩子，真是有心了啊！殿下，吴国师说了，您是有真龙天命的人呐。先帝的那些龙子凤孙，只有您才能遇难成祥，化险为夷。只要您一登基啊，孙敬那个逆贼立时就会大败。为了天下百姓啊，殿下您得登基呀！哎呀，没错。为了天下的百姓，我确实应该这么做。嘿，应该这么做。哎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呢是酱园，小时候受了委屈，后被父王打了，就会偷偷从府里面跑到这儿，然后藏到这树上。站在这树上的时候，看着天高云白鸟叫。每到夏天，蝉还会在这里脱壳而出，留下一个空空的知了壳。我便捡了那知了壳，拿墨涂画好，结果就跟真的蝉一样。那我猜你肯定是拿这个假知了去吓唬人了。是啊，李军呢，最怕这些虫子了。有一次，他把墨打翻到书上，却污蔑我，害得我被父王揍了一顿。我气不过，我就把那个空的蝉壳放到他的书桌上，结果呢，把他吓得嗷嗷大叫。好了，这下他又去告状了，我又被父王揍了一顿。在我们瀛州也有一片小小的山坡，在树林后面。春天的时候，山坡上开满了野花。小时候，我经常牵着马躺在山坡上，看着天上的云慢慢的飘过。要是小时候能认识你就好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也许小时候你还会觉得我讨厌呢。刚认识我的时候，你还不是恨我恨得牙痒痒。那时候你多坏啊，一脚把我踹到井里，害得我泡了很久的凉水。那你还把我踹到河里了呢。那我要不要现在给你打2下出出气啊？你把脸凑过来。说好打不能弹的。为什么只能打不能弹？我不管，你弹了我就要弹回来。哎，你看，让你弹。小姐，翠翠，小姐，我可算是见到你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是让你留在潼关照顾梁王殿下吗？梁王殿下被接到洛阳去了，说是什么林什么我，就是梁王殿下的儿子，亲自带了兵马到潼关来接的。林子王啊，林子王把梁王殿下接走了。就是林子王。只怕这风浪又起。凭他什么风浪？小姐，你都已经回家啦。呀，这个香炉可真精致。
那是父亲派人送来的。老爷对小姐这么好，那府中就再没人敢轻视小姐了。对于父亲而言，一个有用的女儿才是好女儿。咱们与顾相商议定了，明日便让顾小姐陪顾相出府。让顾相只装作去绸缎庄量体裁衣。本店有各种绫罗绸缎供您挑选，里边请。柱子，哎，招呼客人。我来帮你量尺寸。父亲不喜外人触碰，还是我来替父亲量体吧。好，两位，良医请来这边。顾相进了内厢，屏风之后遮蔽众人视线，开始量体。我崔家军在京中有一旧时屈四郎，最善口技，让他扮作顾相和顾婉娘之声。这店中可有什么持重花样的料子？你看看，也替你母亲挑上1、2样。父亲，我觉得这样就还不错，但这宝相花纹似乎太老气了些。父亲，这件你看看，这件可以做夹袍。甚好，甚好。那我们就选这一样吧。顾相高义，风骨铮铮，李时期十分倾慕。今日得见，幸甚。十七郎客气了，早就听闻军中传说，说十七郎少年俊彦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不知十七郎冒险入京，所为何事？孙敬天赋社稷，作乱朝纲，天下苦孙贼久矣。今日请见顾相，就是希望顾相能够联络京中忠于国朝的旧臣士族，与我镇西军里应外合，收复西长京。孙敬此人奸诈多疑，自从洛阳郑国公事后，他对朝中旧臣士族看管得十分严密。实不相瞒，若不是今日十七郎巧计安排，我也很难与十七郎相见呢。父亲，您再试试这件。客官，看料子呀。花纹更适合你。客官，您看我们这个料子。客官，您是自己用，还是给府上的亲眷买呀？客官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客官，您可以看我们这款布，今年卖的也很不错的呀。客官，我去看看。攻城乃是军事，只要城中旧臣士族心向国朝，暗中相助即可。届时大军入城缓慢，若城中无人接应，只怕大军入城后反倒大乱。所以要紧街坊各处思局，还要倚仗城中士族，否则民生要害皆尽毁，必失民心。此事自然是可以暗中策应的。城中的仓廪、油坊、水井、渠闸等诸多要害之处，皆在街坊之内。士族大家各自有私兵护卫，到了那时，必定会先行守护周全。多谢顾相。如此看来，十七郎已然成竹在胸，有了破城之计。略有谋划。这种事情十分机密，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风险。十七郎也不必与我说，到时候我自会照着十七郎的安排，完成十七郎所托付之事便好。您要是不买料子呀，您别妨碍其他的贵客，您说是吧？啊？上课。哪来的仙人？这件倒还合身啊。父亲，干什么呢你？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二位客官，一时不察，让这泼皮无赖闯了进来。走，走，走。客官，您尝尝我们这茶。今日能与顾相相见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还得多谢你那个继子。能得17郎一个谢字，也算我不虚此行。沁凉爽口的杨梅茶嘞，公子小姐来一壶。
还记得我们那日在茅屋下与下饮茶做饭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若这一次能够收复西长京，诛杀孙敬，到那时候，我们就一起驰马乐游原。只怕到了那个时候，皇孙殿下政务繁忙，有别的要事，早都忘了跟我还有乐游原之约了。不可能，再忙再累，我都不会忘记你，更不会忘记与你的乐游原之约。天子登基了！圣天子登基了！天子登基了！圣天子登基了！哎呀，这檄文写得不错呀，尤其是骂我那段孙贼不死，苍生何辜啊！大都督恕罪。恕什么罪呀？我看好得很呐。这等森严的宫禁，竟然能把一个死了的梁王偷偷弄出宫，然后死而复生，还能在东都登基称帝。这等通天的本事，这鬼神不知的手段，我不知道今晚睡着了以后，明日会不会丢了首级。大都督恕罪，大都督恕罪。哼，那些可疑的人，不需要讯问，统统都杀了。还有那些冥顽不灵的前朝旧臣，也派兵把他们接到宫里来，免得他们蠢蠢欲动。是，大都督，要不要逼九城，禁止百姓出入，好好搜一搜。既然派人到西长京散发檄文揭帖，自然是想扰乱民心，何必要重他们奸计呢？李逆大军逼近，一旦逼城，百姓就显乱了，于战事不利。大都督所虑甚是。不过，进出城门的人要严加盘查，城中也要细密搜索，务必要抓到那些散发檄文揭帖的奸细，砍了他们的人头，送到洛阳去，好好吓一吓那个梁王。哼，梁王这个老头胆小，若是真被我吓死了，那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。是。愚不可及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此时临淄王和会稽王拥立梁王登基，确实不是时候。我本以为他们好心迎回父王，是想给他压压惊，无非是邀功之举，但我没想到，他们竟在此时拥立父王在洛阳登基，还昭告天下，真是愚蠢。石七郎，情况不妙，孙敬的兵马正在到处搜捕散发檄文揭帖的人。还有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听见里长派人跟店铺掌柜说，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仔细查验看河，就算有店铺作保也不行。看来这个地方咱们住不了多久了。虽然我们伪造的勘河跟真的没有分别，但是西长京的街坊管得甚严，只要用心核查，还是能看出来咱们的勘河有异。大事不妙！我打探到消息，晋军的兵把顾府给围了，我也不敢跟得太紧。公子，公子，
幸好小裴将军送来的药材十分得用，从脉象看，您的伤势已经好了7、8分了。等校尉回来，咱们就可以动身，和大军会合了。公子，什么事？洛阳城有消息传来，临淄王李俊与会稽王李来，在东都拥立梁王登基了。什么？2个丑货！他们确实心急了些。桃子，出发前我特意叮嘱过校尉，让他务必一路上都要留下记号。你快入京，告诉他要即刻出城。我只怕孙敬知道后会震怒，如果闭城大锁，我担心校尉会有危险。是，我即刻动身。阿叔，你赶紧去联络我们的大军，告诉他们要即刻拔营往南。如果校尉不能出城，我会拼尽所有也要救出他。是。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抓我？凭什么抓我？放开！我是好人啊，凭什么抓我呀？没想到你这2位兄长如此没有耐心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十七郎，顾小姐来了，请坐。深夜乔装冒险到此，出了何事？竟有时宫里突然来人，说大都督传谕，要我父亲进宫去。父亲虽然不情愿，可是又怕连累家人，只好被押了进去。到了夜里，我就乔装成下人，偷偷溜出来，给你们报信。顾小姐辛苦了，不知顾相现在寒危如何？我也不知，但想当初孙敬没有杀我父亲，想必现在也不会立刻动手。是，顾相声望极高，孙敬不会轻易杀他。顾小姐，你也别太担心。你们快走吧，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好多兵马搜捕，若是发现了皇孙，那就糟糕了。我们顾家有庄田，皇孙若是需要的话，可以先去避一避。放心吧，我们自有安排。倒是顾小姐，今日不要再冒险出来了。耳朵，送顾小姐回去。是，顾小姐，请。给我搜，挨家挨户都不能放过。拿着我看看。还有你，知道你，站住，都是你的。怎么样？你赔吧。这么一大早就开始搜查，也不知道谢长尔和老鸨能不能脱身啊？肯定可以。再说了，他们还要桃子结营，等一会儿就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我要见识见识这姑娘身上有什么可疑之物。小娘子，官人，竟敢脱你爷爷的衣服！看我这大胡子，不扎死你！大家互都不能放过。是，进来看看。这边看看，今天让你们瞧瞧爷我的厉害！高哥，闪开，闪开！活该，活该你们！二位，快，往里面看看，快点快！去那边，是，上楼看看，是，走。安国。原来是安国，安国，娘娘，打听到消息了。自梁王登基之后，大都督震怒，不仅在京中加紧盘查，还招来了好些旧臣，不允许他们出宫，怕跟梁王有所勾结。派去给韩将军送信的人回来了吗？传讯回来。说暂时还没有韩将军的消息，不过见到韩将军身边亲卫的尸首，想必韩将军已经携太孙暂时逃脱了。
没有音讯也是好事。咱们找不着他们，旁人自然也找不着他们。娘娘，现在京中人心惶惶，李逆率镇西军已进潼关，想必随时都会兵围西长京。现在正在令京中百姓加紧囤粮。孙敬已经急传命令，召回征百越大军。如果大军还朝，守义攻南，李逆未必能胜啊。那我们要……这不是紧要之事，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韩将军，确保太孙无虞，想办法传信给李逆。我有重要之事与他商议。今日若不是韩将军舍身救我，我又死了一回。殿下不必如此，这是臣之本分。孙敬的暗卫铁骑追杀得这么紧，可能是秦王兵马大胜，孙贼最后的垂死挣扎，丧心病狂而已。这几日狼狈逃走，时时遇险，不知道17鸽子光复东都之后有没有兵临西长京。等咱们摆脱了后面那只追杀的铁骑，就能知道外边的消息了。几位恩公，刚才我借着买果子去街上打探了一番，每家铺子连同驿馆客栈都在搜寻有没有异乡人，哪怕是有官府的录音，也要被细细盘查。几位恩公，先在老夫人这儿安心的住上几日，倘若有邻里知道了，老夫人自有一番说辞遮掩。若我们继续在杨阿婶这儿待着，只怕最终会连累他们。还是等天黑了，我们悄悄翻墙溜出去吧。陶德传回信来，说盘查甚严，但幸好已经找到了校尉，目前落脚之处也暂且平安。只是城中正在逐街逐房、挨家挨户的让李正清查，只担忧时间一久，暴露行藏。不过校尉机智，想必能想到法子脱身出城的。城里的暗桩，是否能联络到宫里的人？还可以。那再等一等，等校尉出城。是。我们的大军准备得怎么样了？不日就到达潼关了。好，我会先去拜望裴元，说如今皇孙和校尉身陷险境，我们崔家大军可以前去支援，要先请小裴将军将我们的大军放入潼关。你去传信，告诉他们好好准备。是。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即使我们入了刑藏，也不会连累杨阿婶。什么法子？杨阿婶的女儿杨七娘跟一个叫徐三郎的人定了亲，但是我问过杨七娘，左邻右舍都没有见过这个徐三郎。七娘，你们那日从城外回来，是去乡下亲友家了吗？如果到时候我们有机会脱身的话，恐怕你们还是要再去亲友家避一避才行，免得左邻右舍会起疑。那日去的，倒也不是外出，是我未婚夫婿的家，他叫徐三郎，与我定了亲。不过不巧，他出门贩布去了，不然那日也不能让我和安娘出城去取粮食，遇着凶险。原来如此，杨七娘告诉我，她阿娘早就已经给她准备好了嫁衣嫁妆，就等着徐三郎来迎娶。我跟杨七娘年纪相仿，身段也差不多，等到时候你扮成徐三郎上门迎亲，我就穿上喜服，盖上喜帕，到那时大家只会认为我是杨七娘。花轿一坐，吹吹打打的往城外走，又有李正的嫁娶文书做担保，城门处也不会为难的。不行，若这么做，不仅让杨阿婶冒险，还会耽误杨小姐的终身大事。恩公救了老夫人和小女的性命，何出此言呢？此计甚妙，不过是顶着小女的名头送嫁，又何谈冒险呢？等三郎回来了，
我悄悄地把小女送过去，与她拜堂即可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更何况，恩公曾救过我们性命，只有恩公脱险，老夫人心中才得安宁嘛。多谢阿婶相助。十七郎，咱们快快出城才是上策。如此，多谢杨阿婶。停！这位君爷，今日娶妻，这是李正出的婚嫁文书。城外徐家庄的徐三郎要娶杨家七娘，是，今日娶杨七娘。来，这是东街贺家的喜饼，给君爷垫垫基。都说贺家的饼好吃，那我就不耽误你们粮食了。走吧，谢谢君爷。走。皇孙这次虽然拿了人家的衣裳，却把刚才那身喜服放在了人家院子里，这可谓是以物易物。跟之前的不问自取相比，还是长进了不少。这之前不是事发突然吗？其实，我还挺喜欢穿这身喜服的。校尉，桃子，刚刚公子传信来说，我们崔家军的一队人马被孙敬的人给冲散了，所以他希望我们尽快前往，一起回潼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改道会合吧。皇孙这是要回潼关吗？虽只百里，但是此处地形复杂，我还是陪着你去了。如此说来，皇孙这是担心我跟大军会合，会对潼关不利？那是当然，你这诡计百出，我定要亲自盯着你才行。走。